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王真。习近平11月1号的最新镜头再度引爆所有讨论。他刚结束南巡，在广州那段画面里，央视已经把他的镜头压得异常极致，特写极少，播报时长明显缩短。结果没隔多久，他在北京接见西班牙国王的镜头又出现同样处理，全程低头念稿，几乎没互动。央视的特写再次几乎消失，像是在刻意遮什么。而就在北京出现这个异常镜头的同一天，西安那边又传来震撼消息，深圳前海开源基金创办人王兆华竟然在官场地震中心的西安离世，这个他平时根本不会出现的地方。更敏感的是，军方也在同一周突然动作加速，多所深度参与国防科研的高校被战区停采购后又紧急撤公告，整个动作骑虎难下，火药味十足。这几件事没有一件寻常，今天我们就从习近平的镜头开始，往下把线一条条接起来。11月12号，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终于又出现在镜头前了。这次是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但相比以往对欧洲国家元首的排场，这场会见不但调门压得很低，画面处理也格外克制。现场片段显示，习近平全程几乎都在低头读稿，与外宾的互动非常有限。央视在播报时也采取了明显的远景优先策略，大量的大广角画面，快速切空镜，近距离特写寥寥可数。仅有的几个特写里，习的状态看起来不再最佳，眼神偏空，脸部微肿，神情疲惫明显。这些细节再度引发外界对他健康状况的讨论。至于会见的内容，则主打所谓务实合作的路线。习近平向菲利佩六世表示，中国愿意进口更多西班牙的优质产品，并提到要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扩大合作，同时提出可在拉丁美洲等第三方市场展开共同投资。双方也见证了一系列合作文件的签署，涵盖贸易、科技、教育、语言交流等领域。北京方面还提及延长免签，鼓励旅游与学生往来。整场会见外交辞令很多，实质火花不多，但真正引发讨论的是这场外交活动的画面，似乎比内容更受关注。在习近平健康传闻未平息，北京内外压力同时增大的情况下，这种低调而审慎的呈现方式难免让外界产生更多解读。而就在北京努力维持正常节奏的同时，千里之外的西安正陷入前所未有的官场震动。11月12号，前海开源基金发布通告说，公司创始人、首任董事长王兆华因病医治无效，已于11月10号在陕西西安离世，终年69岁。王兆华常驻深圳，如今却在西安离世，这细节令外界格外关注。王兆华1957年生于陕西乾县，职业生涯横跨银行与证券两大系统，早期在中央央行西安分行和工商银行西安分行任职。1998年加入华夏证券，并在陕西金融圈内奠定深厚基础。2008年，他转入开源证券，先后担任总经理、董事长，是推动该券商市场化改革的核心人物。2013年1月，王兆华代表开源证券赴深圳筹建前海开源基金，并成为公司首任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前海开源成立的时间正是习近平上台后的第1年。公司采用四方均分的股权结构，每家股东均持股 25%， 其中第一股东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是陕西的国有企业，由陕煤集团控股，而陕煤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陕西省国资委。这意味着前海开源的核心基石来自陕西省级国资。第二股东是北京市中盛金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北京民营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约 1.08 亿元。公开资料显示，其主要股东为自然人。第三股东是北京长河世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也是一家民营资产管理公司，注册地在北京。
股东同样以私营机构和自然人为主。第四股东是深圳市和合投信投资合伙企业，这是一家有限公司，注册地在深圳，被前海开源内部视为核心员工持股平台，用于绑定管理层利益。股东包括公司早期高管及合伙人。从现有资料看，除了开源证券和陕西西安的国资存在明确股权联系之外，其余3家都是民营或员工平台，因此从公开的信息中看不出王兆华和陕西官场的联系，尤其是和近期落马的官员如方红卫、岳华峰、姚立军或景俊海之间存在直接联系。然而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焦点仍集中于一个现象，这位长期在深圳生活工作的金融人物有病不前往北京或上海等权威大医院就医，却选择在官场风暴之中的西安离世，这让人感到十分不解。尤其是在陕西政治震荡尚未平息之际，时间与地点的交叠给王兆华的离世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猜疑。 X 账号党派评论贴文说，还有一种说法是王兆华卷进了陕西官场地震，否则长期在深圳的他大概率不会回西安治病。这样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王兆华是陕西前线人，以官宣被抓的中共西安市委书记方红卫是陕西富平人，近日盛传已被带走的前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则是陕西白水人，老乡一向是中共官场与商界重要的关系线。这场官场震荡始于中共四中全会后，至今持续多日。方红卫被中纪委带走，前政协主席岳华峰传出坠楼，多名市级与区县官员失联，整个陕西政治系统呈现罕见松动。由于方红卫、岳华峰等人皆是陕西地方政商网络的关键节点，这场风暴被视为陕西10年来最大规模的清洗。在此背景下，王兆华作为陕西籍长期深耕当地金融圈的代表性人物，此时去世自然被外界置于这场地方政治巨震的脉络中审视。接下来插入一段工商时间。我们很多人为了保护牙齿，天天刷牙2-3次，可是眼睛的保养更重要，因为牙掉了还能植牙补救，视力真伤了就麻烦了。从早到晚盯屏6到8小时，感觉干涩、酸胀、畏光、眼压紧绷，你是不是也这样？我劝大家眼睛越早护理越好，越省心。推荐给大家一个小东西，一个非常好用的冷敷眼贴，贴上去大概3分钟，我就明显感觉眼睛放松下来了。这个眼贴里面有3种植物萃取成分，贴上去清清凉凉的，可以帮你缓解蓝光带来的压力，维持粒膜滋润。有86%的人反馈使用后更放松、更滋润。那么怎么用更到位呢？如果你是日常保养，可以每周2到3次给眼睛做个小 SPA。 如果眼睛已经明显干涩或最近用眼很多，可以增加使用频率，白天用2到4片分时段贴，晚上6片连贴6到8小时睡一觉。这个眼贴在工作睡觉时都可以用，我的很多同事就是直接贴着工作，一开始会流泪，试用后就可以了。用完撕下来，不扯皮也不化妆，每天不到半杯咖啡的钱，就能给眼睛一份长期守护。需要的朋友就点击下面的链接，输入我们的优惠码大时局，还可以享受95折优惠。好，我们再回到正题。在地方政坛震荡尚未平息之际，军方的整肃行动也开始向外扩散。据电子工程和电子技术应用等多家网站报道，中共军队采购网11月9号发布公告称，中共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被中部战区机构和直属单位暂停物资工程投标采购，是有事存在围标、串标和利益输送等行为。这些高校之中，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是中共国防七子中的3所大学，深度参与国防建设，多次被列入美国制裁实体清单。其中，中部战区在给北京理工大学的知情告知书中明确表示，计划对其做出终身禁入的处理。
今后不得再参与该战区的任何采购项目。不过，大纪元记者在11月13号早上用11月9号北京理工大学等关键词在军队采购网搜索，并未搜到相关讯息，显示公告已被撤下。这一动作引发更多揣测。去年8月，中共火箭军一次性公布了180份处罚公告，波及70多名评标专家和100余家企业。再往前追溯，2023年火箭军被全面清查，其后高层连番落马，军队采购体系成为最敏感的整肃区域。如今，整肃的矛头首次大规模指向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显示军方正将反腐视野从内部延伸至整个国防供应链。这种外溢式清洗在近年罕见，其背后的紧张与戒备与军方高层近期的剧烈震动显然是彼此呼应的。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认为，军方这一轮大规模整肃恐怕不是简单的纪律行动，而是另一场更深层的权力角力。军方对高校与科研机构祭出大规模竞标后，外界很快将目光重新拉回这场整肃的真正核心——中共军队高层的剧烈震动。法广在13号的报道中指出，这一轮整肃的背后并非单纯的反腐，而是一次直指军中高层忠诚的深层角力重塑。报道认为，中共四中全会前后被开除的军中高级将领名单中包括中共军委前副主席何卫东、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以及多名上将与军兵种核心人物。官方虽以违纪违法定性，但多项迹象显示，这场整肃的真实性远高于纪律性。海外媒体与多名知情人士的叙述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线是，何卫东与苗华并非独立落马，而是卷入了军内长期存在的派系斗争。根据这些说法，苗华在军中政工系统影响力深厚，与何卫东关系密切，而另一边则是常年在军中根基雄厚，背靠红二代与陕西革命世家背景的张又侠。双方都是习近平多年来倚重的军中力量，然而双方暗中角力，形成军内最敏感的权力对撞。法广指出，苗华与何卫东的倒台，象征这场权力的天平正式倾向张又侠一侧。人民日报12号罕见发表了一篇张又侠的旧文，用来高调强调防止两面人，防伪忠诚。在军队体制中，两面人并非普通政治术语，而是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批判。把这个词用在中共军委副主席级别的讲话中，表明整肃的焦点已从基层纪律转向对高阶将领的忠诚审查。除了法广的分析之外，旅美学者邓玉文引述知情者的说法指出，何卫东、苗华一案之所以被内部定性为反党小集团，并非单纯的贪腐，而是因为他们试图在军内形成一个独立的小圈子。这个小圈子的核心人物其实是苗华。苗华出身政工系统，常年掌握军委政工部的人事权，能直接影响将领提拔。他在军中影响力深厚，尤其在原31军与政工条线中拥有大量亲信。何卫东之所以能在2022年连跳2级升任军委副主席，是苗华向习近平极力推荐的。因为苗华本人没有军事主管履历，不符合习近平对军委副主席资格的新规，因此他推何卫东上位，等于是让自己的人坐到军委副主席的位置上。苗何两人多年在军委政工战区体系安插亲信，形成一个由苗华主导、何卫东执行的军中小集团。这个小集团据说在内部曾向下属暗示，习是军委主席，但真正管事的是我们。这例话被上报后，触犯了习近平最不能容忍的底线。根据邓玉文的说法，苗华与张又侠长期不和，两人既同为习近平早期倚重的军中力量，又互相牵制。苗华试图借扫火箭军扳倒张又侠，但最终却因张的反击而全盘失势，形成如今的局面。据悉，张又侠向习近平呈报了大量苗华和卫东在提拔干部上搞小圈子的证据，最终导致二人被一并拿下。前中央党校退休教授蔡霞也持同样结论。苗华和卫东的倒台
确实与张友侠有关，但他掌握的内幕与邓玉文的说法有所不同。蔡霞得到的消息是，张友侠之所以能拿下苗河，是因为他掌握了两人私自替习近平组建4家军的证据。张友侠以此为由将苗河摘掉，但真正的矛头并非指向二人，而是指向习近平。换言之，蔡霞的解读是，表面上是张友侠清除苗河，实际上张友侠的目标是借题发挥，把矛头对准试图拿下他的习近平。朋友们，你们认为是习近平拿下了苗华和何卫东，还是张友侠给习近平建裙边呢？欢迎留言分享您的看法。从北京到西安，从官场到军中，这几天的中共的统治呈现出一种罕见的同步颤动，地方官场越清越乱，军方整肃越查越深，权力中心越来越焦灼。中共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不稳定周期。接下来中国政治局势会往哪里走？会是进一步的收紧、更剧烈的清洗，还是体制内部某种无法阻挡的裂变？风暴尚未落幕，所有的线索都在暗示真正的高潮还在后面。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